笑傲江湖中，我认为最值得聊一聊的政治人物便是岳不群。可以说，在笑傲中，岳掌门是最具战略眼光、战术素养、革命理念、奉献意识和牺牲精神的政治人物，没有之一。咱们先从岳不群出场看，一个青衫书生夺了出来，青袍缓带，右手摇着纸扇，他的形象是书生，在众多的掌门中，只有他是如此。稍有见识的书生都知道，中国历史数千年，没有铁打的江山，万年基业，改朝换代平常不过，朝廷崩溃与改朝换代对每个人都是大事，江湖也不例外。在革鼎之际的江湖门派，大都被卷入历史大潮而不自知，结果呢，往往是负面的。在江湖上，改朝换代带来的冲击，最好的办法便是加强自身力量，以免天下动荡时被卷入大潮中而随波逐流。相反，如果实力足够强，也许还可以参与造王的过程。因此，在历史风云际会时，一个门派想生存下来，最考验当家人的便是战略眼光和统帅能力。在笑傲中，有这样眼光的江湖人物有方正、冲虚、左冷禅和岳不群。人我行勉强有，东方不败应该有而无表现。和岳不群实力相近的正道帮派掌门如天门定贤、莫大，虽或多或少对形势有所意识，但均没有达到战略层次。从方正和冲虚在衡山悬空阁中的对话可以看出，他们这样的大帮派领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政治形势，要不然他们不会用北魏道武帝遭横岭500里山道作喻，也不会直接向令狐冲指出左冷禅那时候只怕他想做皇帝。这是当时人我行欲一统江湖并吞正道诸派的大背景，也是左冷禅急于并派的大背景，还是岳不群赞同并派的大背景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岳不群面临着严峻形势，因为华山派实力最弱，历史责任最强，内外的环境最不利，这也正是他的困境和不幸的根源，即他杰出的战略眼光和有限的政治实力间的矛盾，其强烈的责任感和众多掣肘因素间的矛盾。他面临的威胁和矛盾，首先来自于华山派内部。华山派自当年岳肃和蔡子峰师兄弟偷看了葵花宝典后，渐渐地分了气剑两宗。两宗在玉女峰大比剑，气宗固然胜了，但是剑宗并未服膺。更严重的是，气宗胜了，但是岳不群这一辈儿只剩下了他和宁中泽两人，败得剑宗却至少有风不平、从不弃、程不忧三人，实力上至少不弱于他们。更何况剑宗还有着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绝顶高手风清扬在侧。作为气宗唯一的传人，岳不群当然要捍卫着本宗前辈抛头颅洒热血才得来的正统地位。在比剑后的25年内，剑宗反扑一事无时无刻的不在他心头萦绕。这样的困境其他4派都没有，唯一有类似的是泰山派，天门道人的5、6个师叔联手反对他，但那是派内利益斗争，并不像华山派气剑两宗一般，已走向了2条路线的斗争。左冷禅正是抓住了华山派这个弱点，先叫程不忧等人上华山捣乱，继而又在药王庙支持风不平等抢夺掌门。而在令狐冲使出了独孤九剑挫败了风不平，岳不群却开始对他冷淡和猜忌。因为令狐冲是主角，所以读者自然会认为岳不群心胸狭隘。但是以第三者的角度看，人我行能认出令狐冲的剑法，方生大师也能认出，岳不群是本门弟子，岂能认不出？就在药王庙之战后，岳不群应该认定令狐冲跟风清扬学了剑法，令狐冲是本派本宗大弟子，却跟势成水火的敌对一方学了剑，不能不让掌门岳不群心生警惕。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，这是多年来他最担心的事，却也变成了现实，而且发生在了他视如亲生的大弟弟身上。在剑宗托派路线传人面前，他这个当家的万万懈怠不得，否则25年前浴血奋战的革命成果将毁于一旦。如令狐冲出派的决定，在这一刻就埋下了种子。华山派内部气剑之争只是他面对危险形势的一部分，更严重的是，在五岳剑派内部，岳不群也面临着危机。左冷禅和他同样有着战略眼光，但是在内部却没有掣肘。左冷禅有师兄弟10几人，号称13太保。嵩山派虽然在五岳剑派中居首，其他3派也都比华山派实力强。泰山派4代400余人，比掌门天门道人高一辈的师叔就5、6个，实力仅次于嵩山。衡山派的实力尽管并未完全交代，但是在开始时至少有莫大、刘正风、陆连荣等第一代人物在凉亭中围攻向问天及其他不少场合，衡山派都派人参与。虽然不见人物姓名，但是衡山派人多势众总是事实。
衡山派第一代人物有定贤、定义、定敬三人，弟子也有数百人，综合看来也强过华山派只有掌门夫妇2人，弟子20几个人的状况。而60、70年前，华山派的实力居五岳剑派之首，日月教和五岳剑派2次大战都是围攻华山，说明那时华山是五岳剑派中心。岳不群自己也说，当年五岳剑派争夺盟主之位，说到人才之盛，武功之高，原以本派居首，只以本派内争激烈，玉女峰上大比剑，死了20几位前辈高手。华山派突然由五岳之首衰落成了五岳之末，让人很难接受。作为华山派掌门，岳不群肩负着重振本派声威，再度执五岳牛耳的重任。在左冷禅并派图谋一如司马昭之心时，岳不群有几种选择：一是欣然同意，甘愿被嵩山派吞并；二是消极防御，如衡山派一样，被嵩山派或找借口，或是暗算，一口口吃掉；三是如宁中则说的，跟嵩山派明刀明枪的干，联络泰山、衡山3派，到时以4派斗他1派，就算是真的不胜，大伙儿轰轰烈烈的剧斗一场，将性命送在嵩山也就是了。这几种选择的结果没差别，都是华山派覆灭，给嵩山派吞了。宁中则慷慨豪迈，不在乎生死存亡。但是岳不群说得好，你这种话当真是妇人之见，逞这等匹夫之勇，突然送了性命。华山派还给左冷禅吞了，死了之后未必就有脸面去见华山派的列祖列宗，慷慨赴死易，从容就义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的选择是顺势而为，主动谋划，借船出海，将嵩山派并派谋划变成给华山派登顶搭台，这才是一个政治家的冷静和眼光。所以为了理想要受得了委屈，就要受得了对方的委屈，更要受得了自己人误会带来的委屈。所以为了完成史记，太史公可以入蚕室受宫刑，将理想置于个人荣辱之上。为了保全华山派，甚至光大华山派，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岳掌门也可以献出自己的身体和亲情。那些个批评岳不群不择手段的人，不要忘了，是嵩山派先将劳德诺派到了华山派当卧底，正是看到了嵩山派的阴险目的和步步紧逼，岳不群才在无奈之下采取了书中的策略。如果只有嵩山派的并派威胁，也许岳不群还不至于使出最极端的手段。但是在当时的江湖中，五岳剑派外还有正邪2派之争。日月教在过去60、70年内一直和五岳剑派相争相杀，如日月教开阁出教的长老被五岳剑派围攻丧命，而五岳剑派的高手被日月教截去手脚，凄惨死去。可这一点上，华山派仍处于弱势，因为嵩山派这样的大派可以抵挡住日月教的一轮打击，而华山派实力薄弱，与日月教一场小冲突就能导致灭派危机。比如在岳不群人生最危难的时刻，药王庙之战就充分的证明，除岳不群和宁中则外，其他弟子都无甚大用。这是岳不群以谦谦君子同样不能接受刘正风和曲阳相消的原因，因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，华山派在战略和战术上都不能出丝毫差错，心存任何侥幸，一旦发现任何危机的苗头，都应该坚决处理。这是岳不群狠下心除掉定贤和定义的原因，因为和2个人的性命相比，并派自强以保证五岳派生存，才是更大的政治正确。大政治家往往不能心慈面软，宁可背负后世骂名。在应对日月教威胁这一点上，岳不群和左冷禅并派方向并没有矛盾，只是谁并掉谁的问题。这也是岳不群在五霸岗事件后逐出了令狐冲的原因，因为以他的阅历和经验，已敏锐地感到来与令狐冲结交的3山5岳好汉背后一定有更大的势力，可以调动这么多人马，正派中寥寥无几。就算有人能做到，他也应当熟知，这些人不至于是偷偷摸摸不和他打招呼。除此之外，只剩下一种可能，就是只有日月教有这样的实力，才能让这些江湖散人趋之若鹜。这比令狐冲偷学剑宗剑法更难以接受，也更危险。所以为了全派利益，他坚决地将令狐冲革出了华山派。其实他对令狐冲很好，他从小把令狐冲养大。令狐冲一向喜酒胡闹，岳不群和他的性格不同，自然不喜欢这种风格，但是也没有把这当回事，反而细心地栽培他。当田伯光在陕西现身时，他想的是将紫霞宫口诀传给令狐冲，然后带他下山，师徒3人合力将田伯光杀了。不管是谁杀的，都算到令狐冲名下，替他扬名立万。这是着力将他作为接班人培养的。要知道，在江湖中名声的重要性有时比武功重要得多。想想今日，有几个导师愿意在合著的著作上只署上学生的名分，而自己则甘愿地做绿叶。最重要的，
也是岳不群最后下决心自宫练剑的是任我行复出了。在浮围镖局中，令狐冲说任我行复出江湖，让岳不群小心些。任我行被囚前知道岳不群的存在，而对于岳不群来讲，即使那时还未接任掌门，也应该了解日月教主是何等样人。他对教内都性子暴躁，微服自用，对敌人更不必说了。和东方不败治下的日月教相比，任我行复出更可怕。东方不败虽然武功天下第一，但是自从练了葵花宝典后，对权位和女色都不再放在眼里，只喜欢杨莲亭一个人。在他的治下，日月教和五岳剑派和正道固然势如水火，但是只在战术层面攻杀，而任我行比东方不败进取得多，对五岳剑派的威胁也大得多，上升到了战略层面。他巩固地位后，首次大行动就集中了2-3万人，会攻华山，要将五岳剑派一网打尽。而这只是他并吞武林的第一步，他还要利用令狐冲的衡山派为诱饵，再诛灭少林和武当。在此之前，任我行已经派出过数名日月教长老伏击岳不群，直接造成了宁中则被秦后自杀。在这样的狂人面前，岳不群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尽快的习得辟邪剑法，才可能与他相抗，进而保住华山派和正道一脉。这也是他后来对令狐冲态度再次转变的重要原因。在五霸纲时，他隐约的知道令狐冲结交了日月教中的大人物，这绝对不能忍受。但是任我行复出后，在3战和并派一劫，他都或明或暗地表示过可与令狐冲重修旧好。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，敌人和朋友可以相互转换，关键在于如何能维护自己及本集团最大利益。因此，为了正道和华山派的利益，他不惜牺牲女儿的幸福，也要召回令狐冲这支重要力量，以打破他和任盈盈，进而与任我行结盟的关系。可惜令狐冲不顾大局，一意孤行，助纣为虐，放走了任我行3人，又助他夺回了教主之位。此后再也没有人可以控制住任我行这个战争狂人了。令狐冲这个见识低下的不入流政治人物，很快就尝到了意气用事的严重后果。如果不是老天爷让任我行暴毙于朝阳峰顶，他和他的衡山派、华山派，甚至少林武当，都会在任我行无情的攻击下烟消云散。在令狐冲和岳不群的比较中，才可以看出什么叫做真正的政治家，什么叫责任和担当，什么叫理想和情操。令狐冲念念不忘自己喝点小酒，过上小日子，在他心中排在前3位的是小师妹，小师妹还是小师妹。这样庸俗的想法，简直就是10亩地1头牛，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江湖版。而岳不群时时刻刻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，为了华山派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责任，不惜牺牲自己家人、亲情还有老伴，与足冷缠斗，与任我行斗，最终更是搭上了自己的名声和性命，为绝大多数人不理解和唾弃。师傅与徒弟境界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？而卑微的人获得赞赏，高尚的人却遭到了污蔑。我想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儿莫过于此吧。我们真应该向岳不群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，还历史一个公道。讲真，本来这一期是诙谐，但是说到最后，我自己都开始深深地佩服岳不群先生。